嗨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又大跌了，大家又睡不着觉了吗？有听到声音吗？有回音吗？大家好，好恐怖哦，又大跌了，对不对？嗨嗨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唉，真的又大跌了，我真的也没办法，我还是空手，真的。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大跌，其实就像我前几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我早就已经空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一直跟大家分享要要看什么原油嘛，对啊，你看黄李明，你都知道是原油暴跌嘛，对不对？是原油暴跌造成今天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嘛。那所以我觉得啦，现在暴跌，星期一再破底的几率真的是蛮高的。但是真的，大家要不要这么担心？其实说真的啦，嗯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还是手上有很多的股票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大家要坚信，从长期来看，股市都是多头，好不好？从长期来看，股市都是多头。就像我的 PowerPoint 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一样，有没有？我的 PowerPoint 啊，我记得我在下跌跟大家分享说有危险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就用什么？我就用这两张图来跟大家分享，有没有记得？我说过了，你看，在从这么长期以来，台股长期来看，不要说台股，这是美股嘛，对不对？美股长期来看呢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，包含了美国总统甘乃迪被刺杀，阿拉伯的原油被禁运，还有比如说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其实对于股市来讲都是短线的影响。那你要把时间拉长的话，我认为台股啊都是多头的，不要说台股，股市都是多头的。所以我还是要给手上还有很多股票的朋友们，给你们一点信心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手上是一些全指股的话，我觉得你手上是全指股的话，我觉得既然到这个阶段，就坚持下去吧，就坚持下去吧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股市长期是偏多的，那只是短线的部分，我已经跟大家，还好大家有出一半。短线的部分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大家要看什么？原油嘛。那你会发现，原油呢就是暴涨，就是因为原油的暴涨，所以才造成什么？才造成现在台指期是大跌的。我一直跟大家分享，短线你要看原油，短线你要看原油，对吧？你看原油是不是又暴涨10%？很多人一直觉得，那个中东问题好像看那个伊朗都没有反击能力，对不对？伊朗没有反击能力的话，那美国就一直轰炸，一直轰炸，一直轰炸。那其实重点在这里。刚刚我看到最新的川普他的表达，他说，除非伊朗投降，否则他不会结束这一场战争。也就是说，川普要拼下去了嘛？那既然川普要拼下去了，没错，美国跟以色列他们的飞弹、他们的空军能力真的是比较强。那伊朗也没有办法拿他们没办法，但是你真的要去控制一个国家，你必须要干嘛？你就必须要去派陆军去把他们占领。那你没有派陆军去占领的话，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个国家的。好，那你说伊朗毫无反击之力，对？那你的国家呢？美国没有办法派兵过去，我坦白说，派兵过去不见得会赢嘛。那再来，他们总是有一些武器可以去骚扰他们国家邻近的，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常讲的赫尔姆兹海峡嘛，赫尔姆兹海峡的船只要经过，他给你开几个火箭弹去射一射，去骚扰你一下，这个成本是很低的，这成本是低的，或者是呢，刚刚我看到有最新传出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自杀攻击啊，又出现了自杀攻击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把人家逼到就是
毫无退路的时候，他们也只能想到自杀攻击了。那自杀攻击，当然我们也知道，伊朗根本就打不赢，但是呢，他骚扰你，他让你的经济崩盘，让你的民调变低，跟你耗下去总可以了吧？所以我在之前才会跟大家分享说，这一次事件我的看法会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呢，你现在手上还有股票是经典全指股的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走势。以目前来讲，现在的走势呢，台指期嘛，台指期是不是破底了？这样看起来就是破底了，准备要破底了。那就像我讲的，我跟大家分享说，我说你看一下这边呢，如果说它持续在低档震荡，的话，我认为一直震不上去，我觉得它就是有可能再次的破底，好不好？这边就是跌了836点。那我也说希望说，那应该说星期一也许不要破底，但是星期一如果不破底的话，也许星期二破底或星期三破底。现在重点是什么？我要跟大家讲的，刚刚有人讲到了赫姆兹海峡缺口。缺口的话，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大盘的话，我们不要看台指期，也许没有人做太多台指期的话，那我觉得那就讲不准。那来，我比较用指数，我们现在真正的指数去看的话，也就是说这一条线大概是多少？34,400点，34,400点这个高点没有站上之前，我认为短线都是有压力的，因为它现在要立刻脱离才有办法，就是脱离这个短线大修正的可能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在就是昨天的股市福利社，我有跟大家分享，我说未来啊，台股只有2种走势，第一种就是什么？第一种就是在这边，在这个区间里头，做震荡，在这个区间里头，我画直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区间。来，第一种走法就是第一个来，在这个大黑棒的中间，然后呢这样子来回震荡。这第一种状况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可能你手上有股票的人最希望的一种状况，他就是用时间去换取空间。用时间换取它不要跌那么多，然后呢，筹码整理之后呢，打底完成之后呢，筹码整理完毕了，融资没信心了，该出也要出了，那它就会再次向上，再次挑战新高。我认为是这样走的。那这边这种状况呢，第一种状况有一个缺点，第一个它时间可能要很久，因为很多人啊，你要用时间去换取空间的话，坦白说。你要用时间让人家没有信心，我坦白说要很久，好不好？所以时间比较久，这就是最大的缺点。所以你就要等，震，也许震到6月，也许震到7月，它才有机会再创新高，对吧？通常都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第二种走法是什么？第二种走法就是直接来一个 A、B、C 3波，给你来个痛快。直接来个痛快是怎么样？这边是 A。这边 A 波嘛，如果那不是葛兰碧，照波浪理论啊，照波浪理论的话，这边叫做 A 波。A 波下跌之后呢，通常有一个 B 波反弹，对不对？这边 B 波反弹，那 B 波反弹之后呢，如果迅速出现一个大跌，然后最好是爆大量，如果能爆大量大跌的话，就代表说筹码短线快速的恢复，快速的整理完毕。那既然快速整理完毕的话，股市呢就落底了。落底之后呢，就会像对等关税一样，慢慢不断的向上垫高，然后就一路涨。这种行情呢，我坦白说，我是比较喜欢的，也最好做的。这种行情呢，你只要在底部在爆大量在大跌的时候进场，我觉得这一个波段就会像对等关税一样。一涨就持续的向上挑战新高，然后大家就会非常的好做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走势就是这2种。那这2种呢，我为什么说出来
跟大家分享说，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人，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很多股票，我觉得，你看，无论是第一种走法还是第二种走法，最后我认为都是走多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手上很多股票，你也砍不下去的话，那就报吧，用时间换取空间，用时间换取空间。但是我是希望啊，如果你有很多手上有很多高位阶，比如说什么富桥、台玻，或者基体涨比较高的股票呢，有高位阶的，有赚钱的，先出一出吧，先出一出吧。因为有的时候啊，站在很多人的立场，大家想想看嘛，你手上有股票，你有大赔的，你要不要出？你大赔的要不要出？你大赔的当然比较不会先出嘛，对不对？那小赔的一定先出嘛，对，所以小赔的一定先出的话，所以啊，我认为这一波如果说呢持续性向下修正的话，现在有很多比较表现强势的一些，比如说热门主流股，比如说像台玻、富桥这一些的，有没有？这些股票很有可能会率先变成第一波下杀的一个就是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想要赔少一点的出嘛，那你赔少一点的出，就会造成什么？就造成这些高位阶的开始往下修正。台药当然也算高位阶啊，对啊。微影这几天表现不错，微影你就留吧。如果说真的不行，你就留吧。其实你会发现，现在在讲个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你会发现我昨天的节目有没有在讲什么个股？我很少讲个股了。这2天的节目我都很少讲个股了。所以你们很多人在问个股，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在讲个股了？因为我昨天的节目有讲，在大盘在向下跌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啊，大部分的股票可能有6成、7成的股票都在往下跌。那有6成、7成的股票在往下跌的话，你去选个股，我坦白说，你输钱的几率比较高吧？是不是？你输钱的几率比较高吧？你2330成本1200，你就别卖了吧。2330的成本1200，对不对？2330成本1200就别卖了吧，这么低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你有成本优势，绝对成本优势的话，你看1200离你多遥远啊！1200是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，你就是那一条龙吧？1200，你怎么跌都不会跌到1200啦，太难了啦，别出了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，长期来看啊，对啊，长痛不如短痛啦。对啊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我刚刚讲的第二种走法，就是说破底大杀，然后呢把融资尽可能的砍光，然后就像对等关税一样，呢，你看跌下去，很多人被砍出场之后，然后呢，哇，筹码超级干净的，就一路向上走高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看你1200，人家都讲了，1200台积电成本。就别出了吧，也不用出了，你就别看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最近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尤其是你手上越多股票的越辛苦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可不可以慢慢买0050正2？我建议大家一样啦，好不好？一样啦。如果说跌的真的太凶了，可以买一点，但是以现在的跌势，我常常告诉大家，投资股票。你的观念要正确，心态要正确。其实投资股票有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控制你的心，控制你的心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来找我操作？因为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。比如说我问大家嘛，要不要追高杀低？不要嘛，大家都不想要追高杀低啊，对不对？那应该说大家都不想，大家都觉得追高杀低是不对的事情，但是你还是会去追高杀低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人性啊，所以有些时候啊，投资股票啊，你要控制人性才是最重要的。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害怕，然后砍出去；然后上涨的时候呢，你又忍不住去追高。比如说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们看台股的部分，你看台股来这几天是不是很容易把人家吸进去？大盘指数
来，我们看一下加权股价指数这两天，你看这两天真的很容易把人家吸引进去。我们不要看昨天，昨天我们把它遮起来，我们把昨天遮起来的话，你看哦，昨天这一个遮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台股在大跌后，隔一天是大涨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大涨，这边是不是大涨？你看大涨1400多点，大涨1400多点的这个当下，这个 moment， 这个当下，这个 moment， 我就问大家，大家当时的心里是在想什么？完了，我会不会来不及追了？昨天大跌，今天大涨，是不是要 V 转了？是不是要一路 V 转向上了？我现在要赶快进场去追。你看，你一追，然后呢就跌，跌完之后呢，你到现在都是套牢的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什么？我说你要看什么？我说你要看原油。你看这几天的原油指数的部分呢？你看不要看到这一天，你不看这一天，因为这一天是后来现在刚刚晚上发生的事情嘛。那你看到原油出现大跌了吗？没有，原油没有出现大跌，原油没有出现大跌，所以我一直忍耐，一直忍耐，一直没进场啊。你不要看我前几天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忍不住想要进场。其实我这几天也有一直看那个2383的台光电，我也差一点忍不住很想要带会员进场。那你会发现台光电呢，它就是维持在强势高档。那很多老师就会跟大家分享说，哦，这个你看那个维持强势，大盘在下跌，大盘在跌，可是这一档股票呢能逆势抗跌，后续就一定会涨，一定会涨吗？不一定哦。所以你看台光电的部分，今天哇也很吸引我啊，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你看一下今天有多么的吸引人，今天是长这个样子的。今天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很吸引我。我觉得，这样子上去的话，是不是就要一路向上突破？大盘在大跌，它都能长这样，那后续就应该要这样涨上去了啊，对吧？那还不赶快进场？现在不进场，更待何时啊？然后呢，你看很多人不小心被这样进场，这不就是被诱多了吗？诱惑你做多啊！哦，诱惑你做多完之后呢，你看就跌下来。跌下来之后呢，你再看一下今天的台指期，今天的台指期这样跌了836点，跌了836点。如果继续再往下跌的话，我就问大家，全指股哪一个不受伤？全指股哪一个不会跌？包含2330台积电肯定是也是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2317肯定也是跌，哇，这很慢，怎么 Make 还是比较慢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不管啦，反正2330、2317就是台积电、鸿海、广达、伟创、伟影，这一些都是主要全指股，或台达电、台光电这些智邦这些主要的全指股，你觉得不会跌吗？不太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你看我最后为什么没有进场去追？其实。我很多时候节目上的内容，我都跟大家分享我在想什么，我都跟大家分享了。但是大家做得到吗？就是很多人做不到。比如说，你看我刚刚讲了，我为什么能撑住不进场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带会员进场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看的是布伦特原油，我也跟大家分享，我也在节目上，我也没有很小气哦，我有什么秘密不跟你分享？没有。你看一下，我照样跟大家分享。你看，为什么我没进场？就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维持在高点，一直收红，一直收红，再加上中东问题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结束，对吧？我也一直跟大家分享，不会那么快。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，现在可能有长期化的可能性，就是美国你轰你的没关系，我就继续骚扰我的，我伊朗继续骚扰我的，我就。想尽办法弄乱你的经济，看你的民调变低，我就跟你消耗战，就好像，我就问大家，现在乌俄战争，谁军事实力比较强？应该是俄罗斯吧，非常认同吧，大家都非常认同吧。但是俄罗斯拿到胜利了吗？没有。
俄罗斯还没有赢，乌克兰也没投降。那既然乌克兰都不会投降，你就认定伊朗会在1个月之内投降吗？我看是难的，我觉得相对是难的，了解是吗？所以在这个伊朗这个战争爆发刚开始初期，第一天我还蛮看多的，因为第一天我看哇，美国有够强的，哇，第一天就把人家的领袖哈米尼给干嘛？给击毙了。击毙之后，说不定群龙无首，有机会投降。那第二天，我发现哇，没有投降，没有事，伊朗要继续下去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开始担心，所以我那一天把所有的股票全部砍光光。到现在，我的会员没有一档持股，甚至我跟大家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带我会员在今天应该是昨天的6、7点盘后，我有做一点点的期货放空，所以现在也都赚钱了。那我其实不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，为了团队成员的绩效，我也只能这样做，好不好？那所以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长线来看，我这只是做短线的避险性操作，我并不看空。长期来看，我股市还是做多的，还是坚持做多。我喜欢做多，但是现在是不得不做短线放空避险，了解意思吗？短线放空避险，对啊，赚7、8点，你看这边有人讲了嘛，真的啦，我真的觉得对做多的大家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想要做这件事情。其实我心里真的比较喜欢做多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做多你赚钱我赚钱，大家都赚钱，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会做空的人真的很少，那所以跌下来，大部分的人都赔钱，而大部分的人都赔钱，只有少部分的人赚钱。其实我心里想想，也是蛮难过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所以其实我的心里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空跌下来赚钱，我也不会开心的，我真的不开心的。我比较希望，做多大家都赚钱。老师非期货会员无法，非期货会员至少我跟大家保证，我现在的个股会员没有期货的，手上没有任何一张股票，我全数叫大家出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整体来看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期货可以学啦，我们这边是有在教啦，当然不要停利啊，因为这几天还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我还是跟大家分享，现在有比较多的新的人进来的话，我再讲一次，后续台股要不要止跌回稳，大家主要看2个关键，第一个关键就是原油价格有没有办法出现大幅度的下跌？如果原油价格有办法出现大幅度的下跌的话，我认为就是基本的台股止跌回稳的讯号。原油一定要下跌，原油下跌代表中东战事可以减缓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你要更稳一点点的话，就是我讲的赫尔姆兹缺口，赫尔姆兹海峡缺口，不管你叫赫尔姆兹还是赫尔姆兹，总之就是我叫它赫尔姆兹海峡缺口，赫尔姆兹缺口一定要回补。你看一下啊，赫尔姆兹缺口，你看那个韩国，你看日本股市就会比较清楚。我这个系统比较慢一点点，我昨天的那个节目也跟大家分享，你看到韩国股市哦，很妙哦，这个缺口很妙哦，你看这个缺口是不是在这边？我画直一点，是不是在这边？这边吧，对吧？好，再来呢，是不是在这边？缺口是不是在这边？你看这个缺口很神奇，有些时候技术分析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。虽然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，技术分析不见得准，
对吧？但是技术分析还是有值得参考的地方。你看是不是这个缺口？荷姆兹缺口，荷尔姆兹海峡缺口，对吧？好，荷尔姆兹海峡缺口，你看它跌破之后呢，那一天韩国股市跌到熔断，跌到熔断是这一天，隔天大涨11%、12%，然后呢，在隔天就是昨天，有没有跌下来？小跌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？这几天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缺口，它既然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缺口，它后续继续向下跌的几率就非常大，了解意思吗？所以韩国股市出现这个荷姆兹缺口，那日本呢？日本也是荷姆兹缺口啊，这缺口好像大家都有啊。来，日本是不是在这边？这缺口这一条线直线，这一条直线有没有？我画的没有那么精准，但是你看缺口是不是就在这里？缺口怎么样都上不去，那既然你看这个缺口怎么样都上不去的话，那它后续下跌的几率就很高，好不好？所以后续呢，我认为股市要止跌回稳，除了原油价格要下跌之外，最好至少能收复这个荷姆兹缺口，日本、韩国股市至少能站在这里以上会比较好。那换算台股的荷姆兹缺口在哪里？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。台股的荷姆兹缺口，你要看的压力线就是在这一条，就是那一天大跌的高点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抓一下，大概是在34,400点，大家抓，我看一下这边的高点，34,228点，34228，那你要好记一点就是。34300好了啦，抓个高点，34300这个高点，如果能突破，台股就是正式止跌回稳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大家抓这边，这就是这里34400，这里好不好？只要后续台股能站上去这边，我认为短线的空头疑虑、修正疑虑就会结束了，好不好？短线的话，大家都看这几点吧。我刚讲了，原油价格要下跌，那个韩国、日本或者是台股要收复我说的荷姆兹海峡压力、荷姆兹缺口压力，只要收复就没问题了。那未来的走势呢？我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有新进的人，我再讲一次，应该说不要说最好。我在讲就是两种状况，第一种状况就是在这边区间震荡，在这边区间整理，这叫做时间换取空间，在这边整理呢，要整理的比较久，时间花的比较长，它才有机会向上突破，因为它就是用时间去换取空间的，要让时间磨到大家没信心，那就要比较久。这股票都不会动，我不做了。股票好难玩哦，不做了，不会赚钱，不做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就会量缩，持续整理，一直整理，一直量缩，一直整理，一直量缩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痛苦啊，我只能说痛苦。那第二种走势，干脆一点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什么意思？来，第二种走势，第二种走法就是直接破底向下，爆大量，直接把融资。直接把一些不该在里面的人全部都砍光光，砍光光之后呢，就会像对等关税一样哦，对等关税一样，跌完之后就缓步向上，不断的垫高，这个速度可能会非常快，非常快，可能甚至出现是 V 转，就一路向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是走这两种走势，这两种走势最终都是什么？都是多头，都是多头。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股票还很多的，我建议报什么？经典全指股。我建议就是报经典全指股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伊朗会引发世界大战了，我只是觉得它会骚扰，一直骚扰。老大哥，中华民国建国100年，中共才建国10几年，我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，因为我刚刚非常认真的在跟大家解后续的行情。我认为世界大战，我刚好看到最新的消息，
俄罗斯有说要帮伊朗定位美国的一个军事位置，好不好？那美国军事，比如说军事的飞机啊，那个就军舰啊这些，俄罗斯说要帮忙定位，也就是说俄罗斯看起来是有出手的。那俄罗斯如果出手帮忙的话，也许中国会稍微再帮忙一点。那如果世界上这样子都帮忙的话，最后我觉得，不要说世界大战，至少会闹蛮久的。我们世界大战，我当然也希望世界和平啊，对不对？那会闹蛮久的话，对股市来讲，都是比较不好的状况，好不好？所以以短线上来看的话，我才会先把所有的现股通通出光。反一的话，如果短线真的会大跌，记得反一只能做极短线。如果你反一要做长，我告诉你，有可能，不要说有可能，就是会跌，就是会跌。我不知道会跌几点，但是我只跟大家讲两种状况，我不会预设立场、预设点数。我个人的操作经验是，没有人能100%准确的预测几点多少目标价一定准，好不好？那但是呢，我只跟大家分享长线来说就是多头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，如果你手上是经典全指股，坚持吧，坚持做多，对，坚持做多，财富最多。只是现在就是你比较辛苦的时刻了。我在今天的节目，我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思考一下，你的投资是属于偏短线还是长线？如果你是偏短线的话，也就是追的比较高，那你追很高那些最近的热门类股，比如说 CPO、太阳能，对不对？CPO、太阳能啊、PCB 这些股票，在相对高位阶的，我中探针早就全出了。这些相对高位阶的股票，你去追高的，因为做热门股肯定是追高的。那既然肯定是追高的话，我觉得就先出一出吧，好不好？就先出一出。那如果你是以长期投资的角度的话，恭喜你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其实长期投资人，我觉得不应该有太多太长的买点，太多太长，什么意思？长是经常的长啊，不应该有太长会有买点。长线的投资人应该真的要等到大跌，像现在这个状况，我觉得才去做多，才去进场，或者是融资断头啊，融资断头。其实我觉得每年好像都有1次到2次融资断头，那一次的融资断头都是什么？都是长线投资的最好机会。长线投资人你就不要理会短线的波动，反正你就是大跌再进场，平常就去睡觉，都不要动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分成自己是长期的投资还是短线。军工，我要讲一次哦。其实我认为啊，那个大盘在下跌，我不太想做股票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很多老师都会想要在大跌的时候帮你去找一些会涨的股票，但是我说过了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会涨的股票就是很少，可能只有10%、20%的股票会涨。那你选了一堆股票，我知道很多人是选了一堆股票，买了一堆股票，然后有几档股票很强就跑出来讲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会赚钱吗？真的会吗？大家去思考一下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跟大家分享。最近我很少在讲个股，也几乎都是主要在讲指数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要等落底，确定落底跌得比较深的时候，确定我再来进场。那正二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像正二这种标的，你要我讲的话，
它不适合做长期投资，因为如果长期投资的话，它有可能会耗掉成本，它只适合短线波段，好不好？我讲军工，我刚刚再讲一次，因为大盘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的股票都会跌，所以呢，军工股呢也很难避免，它也不见得会涨。谁说台湾的军工一定会受惠？我就问嘛，美国跟伊朗打，台湾的军工能吃到多少基本面，多少营收？其实我觉得很难。那其实股市讲到追踪这些题材，都只是一个投资人一起的看法。我认为这个看法，如果大家都看好，无论它基本面好不好，都是会涨的。了解我意思吗？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认为啊，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，除非很多人都非常看好军工类股，军工类股才有机会上涨。那否则的话，我觉得先观察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呢，我觉得也许塑化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因为航运根本就跑不动，现在出航我觉得是蛮危险的，根本送不出去啊。那军工类股如果说大家都看好的话，也许就有机会向上涨。比如说像华晨也说电力相关的股票，我其实没有什么回政治啊，政治你们，我觉得政治立场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的节目，我的内容几乎都是跟大家讨论投资。那投资的部分，当然有些时候很难避免到讲到政治，但是政治我都是比较偏理性去分析的。啊，避险空单续报报牢，对啊，可以安心睡觉了。我觉得群创、台达化这些股票，大家都台达化、原油相关的上涨都是有机会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在讲的是，在这个阶段，你去选个股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刚才讲的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的。那既然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的，你何必硬要去操作，硬要赚一点点钱，结果常常可能是赚不到钱，然后呢反而赔钱。这就好像啊，今天有一个人想要来加会员，他跟我聊到，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。你知我知，大家都知道买什么会一定赚钱，好像都是会赚钱的，就是0050嘛。那我就问，为什么大家不愿意买0050？蛮有趣的哦。对不对？为什么大家不买0050？因为觉得赚太慢，觉得赚不好赚，赚不到。结果你发现时间拉长看，你可能赚不赢0050，你赚不赢0050。那为什么大家不买？哦，我刚开始买，我觉得赚好少，别人都买那个涨停板的股票，我也想跟他去做记忆体，记忆体一直涨停，我就去买记忆体就好了。我干嘛去做0050啊？太慢了啦！结果呢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去做记忆体，去做那些热门股，赚的钱还不如0050。为什么？因为热门类股它会轮动上涨，那错过的主流、错过的热门，现在已经不再热门了，它就很难会继续向上涨。那很多人就是我今天买了记忆体，然后呢，真的跌下来又不会出。然后不会出就看它一直跌，一直跌，又更不会出。然后呢，结果主流股又换别人了，你又没跟上了，所以你就套到记忆体了。通常都是这样的，来找我的很多人都是手上有好多股票，然后都是过去各主流股，一直套下来就套了一堆股票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觉得，现阶段你要再去讲个股的话，意义并不大，好吧，意义不大，所以今天也晚了，快3点了，明天我还有行程，对，好，所以既然有人在讲政治的话，我们就早点结束了，我觉得本来就预期跟大家分享说，第一个，我先讲结论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长期来看，股市都是多头的，那以目前来看，我觉得只有2种走法。其实我没有出去玩了啊，我其实星期六都在拍周末抢先报啊。
好不好？来，两种走法，第一个横盘整理，用时间换取空间，横盘整理完之后还是会再创新高。在第二种走法，A、B、C 三波下跌，A、B、C 三波下跌，跌完之后还是会向上涨。所以无论这两种走法是哪一种，大家最后都还是要做多的。所以长期来看，股市还是做多，还是必须要做多。再来第二个，后续台股何时止跌回稳，就看两个关键。第一个关键是什么？原油，原油价格有没有走低？第二个就是荷姆兹缺口压力。荷姆兹缺口压力在台股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台股的部分我刚跟大家画过了，台股大概就是34,400点，34,400点那附近，如果能站上去的话，就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总结来看，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信心，还是要有信心。长期来看，股市都是偏多的。那只是我这边，因为我刚刚讲过了，长期投资人长期是看多的。我这边的投资主要是短线，主要是短线波段，所以我必须带着我的团队成员做短线做波段，所以我必须全部出掉，全部出掉，甚至我为了会员的绩效，我昨天晚上6、7点还请会员做了避险空单，现在是赚钱，我也不想要炫耀，不想要臭屁，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讲，这是一个避险策略，好不好？那重点都跟大家分享了，那我希望大家能晚上还是能好好的睡觉。那再来，我最后再提醒一点，我再提醒最后一点，记得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请做多，千万不要开太大的杠杆，甚至把杠杆至少全部去掉。就算你手上有很多股票，我也请你要把杠杆去掉。勿忘去年4月对等关税那一件事情，对等关税跌下来，为什么大家都赔大钱？就是融资被砍，融资被砍。所以现阶段你手上有股票可以留，可以长期持有，但是请一定要把融资杠杆这些部位全部去掉，不然你会很危险，我这样讲都清楚了吧，好不好？那既然都讲得非常清楚，该提醒的我也提醒了，那我最后还是跟大家讲，大家加油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就直播先到这边，好不好？直播我就先到这边，祝大家晚上好好睡觉，去杠杆不用担心，把杠杆去掉，你不会被踢出去，不会被踢出场，活着永远都有机会。祝大家晚安哦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拜拜。